悠闲的暑假，吹着空调和朋友玩上半天桌游，是让人难以拒绝的快乐。这些用纸或塑料制成的简易道具，却总能带来丰富有趣的游戏体验。为它们赋予魔力的，是背后桌游设计师的想象力与智慧。桌游的核心是主题和机制，主题用于提供背景和剧情，增强代入感；机制负责提供玩法，比如决定玩家会需要进行交易，还是相互攻击。设计过程中，先有主题还是先有机制，因不同设计师而异。但好的桌游，两者缺一不可。所以，桌游设计师既需要脑洞大开，从不同题材寻找灵感，又需要极度严谨，将规则和数值反复测试，把可玩性和平衡调整至最佳。有趣的是，这些设计师中不少人都有全职工作，设计桌游只是出于爱好，甚至还有偶然间的灵光一闪。以我们在片头玩的狼人杀为例，它最早的创造者是一名苏联大学生，名叫迪米特里·大卫杜夫。为了尽快完成论文，他将部分研究设计成多人讨论的形式。偶然间发现大家对谁和谁参加了秘密讨论这类问题兴趣浓厚，便以此创造了狼人杀的前身杀人游戏。他的论文写得如何不得而知，但杀人游戏迅速风靡苏联，最终跨越了冷战时期封闭的国境线，火遍全世界。时间到了1997年，互动小说家安德鲁·普洛特金对杀人游戏进行了改良，为其加入了狼人这一魔幻设定。次年，这个游戏传入中国，那时它还叫天黑请闭眼。直到2010年，中国正式引进我们最熟悉的弥勒山庄狼人，并注册它的新名字狼人杀。类似的故事，好了，可以睁眼了。类似的故事还有大富翁。这款桌游的原作者也并非桌游设计师出身。20世纪初，一位叫做伊丽莎白·马基的女性记者，为了向大众普及土地私有制的弊端，发明了地主游戏，用于生动表现垄断的形成与可能的解决方案。1935年，查尔斯·达洛改版了其规则，更名垄断后卖给了帕克兄弟公司。这家公司的母公司便是将变形金刚卖到全世界的孩之宝公司。垄断也同样逐渐火遍全世界。帕克兄弟公司对其进行了汉化，在中国香港命名为财源广进，后更为大富翁。由于商标被抢注，在中国台湾亦为地产大亨。传入中国大陆后，便成为了我们一代人的童年回忆。我们同样熟悉的还有电脑游戏版大富翁，由中国台湾游戏公司大宇资讯制作，它的制作人是当时的公司新人姚壮宪，也就是今天的《仙剑奇侠传》之父。现代桌游随着2次工业革命开始兴起，到今天已经蓬勃发展了近200年。在这期间出现了众多风格迥异、个性鲜明的设计师们，比如马特·里克克，曾在雅虎、苹果等公司任职用户体验设计师，在2014年成为全职桌游设计师。当时市场中对抗性桌游占据主流，他却觉得他们会影响他和老婆的关系，于是开始设计合作类桌游。玩家不需要互相伤害，而是合作解决难题。代表作《瘟疫危机：沉船》登顶过 BGG 榜首，这是桌游设计的至高荣誉。理查德·加菲尔德1993年获得组合数学博士学位，同年成为数学系讲师。还是在这一年，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桌游作品《万智牌》，继此成为奇幻式对战卡牌游戏之父。到今天，万智牌已经出版了2万多张卡牌，玩家可以在简单规则下开发出丰富的策略。有研究表明，即使你的电脑拥有无限的算力和无尽的时间，也无法算出必胜的玩法。充满个性的还有被称为绿毛的弗里德曼·弗里泽。也许有人会问，难道因为他的头发是绿的吗？答案是是的，常年保持这个造型成了他的标志。也许还有人会问，他的桌游不会也都是绿的吧？答案是是的。除此以外，由于他的名字缩写是 FF，
他的作品名称也永远和 F 杠上。这些充满个人特色的命名和配色，和他戏谑幽默的设计风格相辅相成。也许我们记不住《心爱桌游》的作者名字，但一定能够感受到他们带来的乐趣。桌游设计师总在这些游戏背后，用他们的想象力与智慧，为我们构筑桌面上的无尽冒险。